当你静下来，细细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时，你会发现自己并非想象中那样坚强。每天，我们的心中充斥着无数的念头，有些闪闪发光，如瞬间绽放的烟火，带来短暂的喜悦；有些则如沉重的乌云，久久徘徊，笼罩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不安和焦虑。人们常说，控制情绪很重要，但实际上，很多时候我们是被这些念头控制着，它们像是无形的线，牵引着我们的情绪和行为。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时刻，想努力集中精力完成一项工作，却不由自主地开始回忆某次不愉快的经历？或者在临睡前，脑中闪现出各种关于未来的担忧，导致彻夜难眠。这些念头像无数的小钩子，挂住了你的心绪，迫使你在焦虑与无助中挣扎。而我们往往试图摆脱这些负面思绪，却发现越是努力，念头越是顽固地纠缠着。实际上，念头如同潮水，你无法阻止它们的涌来，但你可以选择是否让自己被它们淹没。通过觉察与正念，我们可以学会与这些念头共处，甚至从中解脱。这篇文章将带你探索如何通过冥想和正念练习，摆脱那些令你苦恼的念头，走向内心的宁静与自我掌控。1. 念头让我们苦恼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的思维常常处于一种自动驾驶的状态，大脑不断制造各种念头，让我们不知不觉陷入焦虑和压力之中。我们对这些念头习以为常，甚至没有意识到它们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情绪和行为。事实上，这些念头带来的负面情绪，如焦虑、担忧、恐惧、后悔，常常是我们无法避免的困扰源。设想一下，当你在工作中面对一个紧迫的项目时，你脑中会浮现哪些念头？也许是对自己能否按时完成任务的担忧，也许是对未来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感。你开始一遍又一遍地思考各种可能的后果，如果我不能完成怎么办？老板会不会对我失望？这些念头像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大，最终让你焦虑不安，甚至怀疑自己的能力。同样的情景也可能出现在我们回顾过去时。当你想起某次失败的经历，或者某个曾经的遗憾，念头可能会带你反复回到那个时刻。你一次又一次地重演当时的场景，责怪自己为什么没有做得更好，或者后悔当时没有抓住某个机会。负面的自责与悔恨占据了你的内心，让你无法自拔。这些念头就像无形的枷锁，束缚住我们的思维和情感。我们常常试图摆脱它们，却越陷越深。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认知偏差，即我们的大脑在面对信息时往往会倾向于负面解读。例如，灾难化思维使我们总是将最坏的情况当作可能的结局，而自责循环则让我们一遍遍地在脑海中重演过去的错误。这种负面思维模式不仅消耗我们的心理能量，还会影响我们的生理状态。你可能已经注意到，当你深陷焦虑时，身体会变得紧绷，心跳加快，呼吸急促。长此以往，这种状态不仅会影响你的工作和生活，还会对身心健康造成持续的压力。那么，如何打破这种自动驾驶模式，避免被负面念头牵引呢？答案就在于觉察。2. 通过正念减少负面念头。正念 mindfulness 是一种古老的练习，旨在帮助我们更加关注当下的体验，包括我们的思维、情感和身体感受。在现代心理学中，正念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情绪管理、压力缓解和心理健康改善的领域。通过正念练习，我们可以学会觉察自己的念头，并以平和的态度应对它们，而不是让它们左右我们的情绪和行动。当负面念头产生时，我们的第一反应通常是抗拒或者沉溺其中。但正念教导我们，关键不在于控制念头，而在于识别它们的存在，并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。这个过程有点像站在海边看潮水涌来，你无法阻止海浪的拍打，
但你可以选择不被卷入其中。通过正念练习，你可以更早地察觉到负面念头的出现。当你开始练习正念时，你会发现许多念头往往是无意识产生的，它们就像流水一样不停地流动。如果你能在这些念头刚刚升起时就察觉到它们的存在，那么你就有机会选择是否与它们纠缠不清，或者只是静静地观察它们。正念练习的核心在于培养一种不评判的觉察。当你能够以客观的态度观察自己的念头，而不急于给它们贴上好或坏的标签时，念头对你的影响就会大大减弱。例如，面对我可能会搞砸这个项目的焦虑念头，你可以试着不去立即反应，而是静静地告诉自己，这是一个焦虑的念头。这样做不仅能让你意识到念头的暂时性，还能帮助你从情感上与它们拉开距离。研究表明，长期的正念练习可以改变大脑的结构和功能。通过正念，我们可以减少大脑中的压力反应区域，如杏仁核的活跃程度，同时增强负责情绪调节的区域，如前额皮质的功能。这意味着，正念不仅能帮助我们在短期内应对焦虑和压力，还能在长期内提升我们应对负面情绪的能力。3. 正念冥想技巧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正念练习来提升对念头的觉察能力。以下是几种常见的正念冥想技巧，帮助你在不同的情境下应对负面念头。第一种方法，静坐冥想。静坐冥想是最为经典的正念练习之一，它的目标是通过专注呼吸，帮助我们与自己的念头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并增强对当下体验的觉察力。找一个安静舒适的地方坐下或躺下，闭上眼睛，专注于自己的呼吸。你不需要刻意控制呼吸的节奏，只需静静观察每次呼气和吸气的过程。当念头出现时，不要试图将它们赶走，也不要批评自己想的太多。相反，你可以简单地在心里标记这些念头，例如这是一个关于工作的念头，或这是一个回忆过去的念头，然后轻轻将注意力拉回到呼吸上。随着练习的深入，你会发现自己对念头的觉察越来越敏锐。比如，当你在冥想中突然想到明天有个重要会议，我还没准备好时，不要让这个念头占据你的注意力，而是平静地标记这是一个关于会议的担忧念头，然后继续专注于呼吸。第二种方法，身体扫描。身体扫描是一种通过觉察身体感觉来提升自我觉察力的冥想技巧。它不仅有助于缓解身体的紧张和压力，还能帮助你将注意力从纷乱的念头中转移出来。从头部开始，依次将注意力集中在身体的各个部位，感受身体在此刻的状态。比如，从头皮到额头，再到眼睛、鼻子，直到脚趾。每个部位停留几秒钟，注意感受该区域的温度、压力、紧张感或任何其他感觉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念头可能会不断浮现，例如我今天的工作还没做完，或者我上周买的鞋有点挤脚。同样，不要去追随这些念头，只需在心里标记它们，轻轻地将注意力带回到身体扫描上。身体扫描不仅帮助我们放松身体，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觉察念头的产生与消失。通过持续的练习，你会发现自己对身体和念头的觉察力变得更加敏锐，这有助于在日常生活中更加轻松地应对压力和焦虑。第三种方法，日常活动中的觉察。正念并不仅仅局限于冥想垫上，它同样可以融入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。当你走路时，试着觉察脚底与地面的接触；当你吃饭时，专注于食物的味道和口感；当你洗碗时，感受水流过手指的温度。这些简单的动作都可以成为正念练习的机会。在这些日常活动中，念头仍然会时不时浮现出来。例如，当你在洗碗时，脑海中可能突然闪现等会儿要去看电影的念头。此时，意识到这只是一个念头，
然后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在当下的动作上，比如水流的声音、碗的质感、手指与水的接触感。通过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觉察，你可以更好地锻炼自己的专注力和情绪调节能力。这种在简单的日常活动中练习正念的方式，不仅方便易行，还能帮助我们逐步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内心的宁静。4. 分离念头的技巧。当我们学会觉察念头之后，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与这些念头保持一定的距离，避免被它们卷入情绪的漩涡之中。以下是几种简单有效的技巧，帮助你学会与念头分离。第一种方法，给念头命名。当一个念头产生时，你可以试着给它起个名字，比如这是一个焦虑念头，这是一个回忆念头，这是一个计划念头等等。这种命名的过程可以帮助你客观地看待这些念头，避免情绪过度参与其中。例如，当你感到紧张时，脑海中浮现我会不会搞砸这个项目的念头，你可以在心里说这是一个焦虑念头。这样，你不仅意识到了自己的情绪反应，还通过命名将它与自我拉开距离。通过给念头命名，我们在情绪产生的最初阶段就进行了识别和分离。这一技巧不仅帮助我们减少情绪的冲击力，还能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的思维模式。例如，如果你经常发现自己在给焦虑念头命名，你可能会意识到自己处于一种过度担忧的思维惯性中。这种觉察是改变的第一步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给念头命名不仅仅是个简单的认知过程，还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定义与情绪的关系。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·西格尔提出了命名即驯服 （Name it to tame it） 的理念。他认为，通过命名情绪和念头，我们的大脑能够更好地处理和应对这些情感反应，从而减少它们带来的负面影响。第二种方法，想象念头是云朵。另一种常用的正念技巧是将念头比喻为天空中的云朵。想象你的念头是浮动的云朵，它们会在脑海的天空中飘来飘去，但你只是一个观察者，看着这些云朵飘过，而不被它们带走。这个过程类似于冥想中的观念训练，你不需要与念头抗争或逃避，只是让它们自然而然地出现和消失。比如，当你感到愤怒时，你可以将这个愤怒的念头想象成一朵乌云，观察它在脑海中漂浮，而你依旧保持平静，不让愤怒控制你。念头的出现和消散，就像天上的云朵一样短暂，它们不会永远存在，只是暂时经过。这种比喻式的技巧不仅让我们直观地理解念头的暂时性，还能增强我们与念头保持距离的能力。通过将负面情绪外化为一个具体的形象，例如乌云或飓风，我们可以更容易地认识到情绪和念头的本质，它们只是暂时的心灵现象，而不是你真实的自我。第三种方法，运用深呼吸。当我们被一个强烈的念头困扰时，深呼吸是一种极为有效的工具，可以帮助我们迅速与念头分离，并恢复内在的平静。深呼吸通过调节呼吸节奏，直接影响我们的自主神经系统，从而降低焦虑和紧张的反应。深呼吸的要点在于腹式呼吸，即让空气进入腹部，而不仅仅是胸腔。在吸气时，感觉空气充满整个腹部，然后慢慢呼出。这种有节奏的呼吸方式不仅能帮助身体放松，还能将我们的注意力从念头上转移到呼吸的节奏上。例如，当你因为一个批评而感到愤怒时，你可以立即暂停，做几次深呼吸。每次吸气时，感受空气逐渐充满你的身体；每次呼气时，想象那些愤怒的念头随着呼吸被释放出去。通过这样简单而有效的练习，你可以迅速从情绪中脱离出来，不再被负面念头困扰。呼吸不仅仅是我们维持生命的基本生理活动，它也是我们控制情绪、调节心态的重要工具。在正念练习中，呼吸被视为连接身体与情绪的桥梁。通过有意识的呼吸练习，
我们可以有效地应对瞬间涌现的情绪，保持冷静与自控。5. 正念与心理韧性。正念不仅仅是减少负面念头的工具，它更是培养心理韧性的有效方式。心理韧性指的是一个人在面对压力、困境或挫折时，能够快速恢复平衡，保持内心稳定的能力。在现代社会中，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压力源，来自工作的压力、人际关系中的冲突、对未来的不确定感等等。正念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。当我们在正念练习中反复进行觉察和分离念头的练习时，我们的内在心理结构也随之发生改变。通过观察和接纳念头的过程，我们不再对情绪和念头过度反应，而是培养出一种情绪免疫力。这种免疫力就像是心灵的防护层，能够在我们面对突如其来的情绪冲击时，保持冷静与理智。例如，当我们在职场中遇到紧急任务或来自上司的严厉批评时，正念练习让我们能够迅速觉察到自己内心的焦虑反应，并运用呼吸、命名等技巧快速平复情绪。我们不再被焦虑裹挟，而是能够理性应对当前的挑战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长期的正念练习能够提升大脑的可塑性，使我们在面对压力时反应更加冷静、理性。此外，正念还能够增强情绪调节能力，帮助我们减少因情绪波动而导致的决策失误。6. 正念与生活中的觉察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念头无处不在，它们可以在工作、休闲、社交等任何场景中浮现出来，影响我们的情绪与行为。通过正念练习，我们可以在日常活动中保持觉察，并将正念融入每个生活细节中。在工作中，尤其是在面对高压环境时，念头往往会让我们陷入焦虑和不安。例如，当你在准备一场重要的会议时，可能会担心自己的表现是否会令人满意。这些念头不断涌现，让你无法集中精力。然而，通过正念，你可以更早地觉察到这些干扰，并及时调整。工作中的正念不仅仅是冥想的延续，它也可以体现在工作的每一个细节中。比如，当你专注于某项任务时，试着全神贯注于当前的工作，不让未来的担忧或者过去的失误干扰你的思维。你可以通过定期的深呼吸、站起来活动一下身体，或者简单的冥想片刻来缓解工作中的压力。在社交场合中，我们常常会因他人的评价或期待而感到压力。比如，当你面对朋友或家人的批评时，脑中可能会瞬间闪现我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对的念头，接着便可能陷入自责和怀疑的漩涡中。正念练习教会我们如何在社交压力中保持冷静。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正在因为外界的评价产生负面情绪时，可以运用之前学到的分离技巧，例如命名或深呼吸，帮助自己从情绪的束缚中脱离出来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我们可以在面对批评时更理智，避免过度反应，同时也能更平静地与他人沟通。正念不仅仅适用于工作和人际关系，它同样可以提升我们的休闲体验。无论是散步、阅读还是吃饭，正念让我们更加专注于当下，享受每一个细节。例如，当你吃饭时，试着专注于食物的味道、质感和温度，而不是在脑海中想着工作或者其他杂事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你可以发现日常生活中的简单乐趣，提升生活质量。7. 正念与长期心理健康。正念练习不仅仅能够帮助我们应对短期的情绪波动，还能为我们的长期心理健康提供坚实的基础。通过正念的持续练习，我们逐渐培养出一种更加平和的内心状态，避免被情绪起伏所牵制。研究表明，正念能够显著降低焦虑、抑郁等心理问题的发生几率。通过正念，我们学会如何接纳自己内心的各种情绪，而不是与他们对抗或压抑他们。这种接纳的态度有助于我们更加包容自己，
减少对自己的苛责与批评。此外，正念还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自我认知，提升对内心深处需求与渴望的理解。通过冥想和觉察练习，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，而不再被社会期待或外界评价所左右。正念如同一盏心灯，照亮我们内心的世界，帮助我们看清自己与念头之间的关系。通过静坐冥想、身体扫描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觉察，我们可以逐步培养出对念头的敏锐觉察力。而通过给念头命名，将念头比作云朵，运用深呼吸等分离技巧，我们可以学会优雅地与负面念头分离，减少它们对我们的影响。正念不仅帮助我们在当下应对生活中的挑战，还能为我们带来长期的内心平静与幸福感。通过持续的练习，我们可以提升自己的情绪调节能力，增强心理韧性，并最终找到内心的澄澈与安宁。无论你是想缓解压力、改善情绪，还是希望在生活中找到更多的平静，正念练习都将是你通往内在宁静与自我觉察的有力工具。正念并非一时的技巧，而是一种生活方式。通过正念的力量，我们可以逐步摆脱那些困扰我们的念头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内心平衡与安宁。从今天开始，试着在生活中运用这些正念技巧，你将会发现，内心的平静与幸福其实从未离开你，它们只是被那些纷乱的念头暂时遮蔽了而已。感谢大家静心观看这段视频，希望你能从中获得平静和启发。请点赞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更新了。请分享这个视频给你的朋友和家人，让更多人一起加入我们的修心之旅。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前行的动力，愿你每一天都充满宁静与喜悦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